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汇报结束以后，会选择一组停止交付，并且全员终止使用。有跟客户简单聊过这些人的一些背景，看看说方向对不对吗？错是不会错的，万一呢？肯定是可以的，就是太自信了。你要帮我好不？帮我接个电话。怎么回事？小哥说这人给你了，就给我了。寻求对手帮助可以，但是被坑风险自己承担。他们因为找不到尖兵，所以只能去拿普通兵去问 HR。我们 CV 的不是主导，我们做到专业呈现、专业解读就可以了。差异化战术。最后一个任务相当于决战的殊死一搏，找到这个发力点非常重要。当你还能找发力点，说明你不止一条路。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猎场内外成长百态，欢迎收看优酷独家出品、猎聘 APP 独家冠名的猎头职场观察真人秀《嗨城市猎人》。本节目由优酷安徽卫视共同播出。用猎聘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聘 APP 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一起畅享行动乐趣的福他林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猎场观察员杨迪，欢迎大家。这次的任务确实非常之难，因为有一位选手说过，相当于在找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感觉不知道这个任务进展具体能不能达到他们如愿以偿的地步。如果大家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太难了，但是你不得不解决，你们一般怎么处理？解决它，硬着头皮解决它，到那一步硬着头皮解决它，对吧？你像我的话，就是最怕那种就是想要去做又做不太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要果断的先去提出来自己可能办不到，不要给对方过高的期望。不是我的优势就不要去硬来，这样的话其实自己一方面呈现的也不是很自在，另一方面呢，你的那个就是有期待的人他也会很失望，没有必要。是，那陈潇呢？就是征服他，征服他。因为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工作，它肯定是我们能完成。我觉得困难的是，比如说很多工作它集中在了一起，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能够认真完成好每一项，但就是努力去做。天真姐会不会有自己的？我觉得学会放弃。就是有一些困难，不是一定要去克服它，因为你现在不具备能力去做好它，你等一等，往后退一步，学习积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再去往前冲，完全的硬拼有可能玉石俱焚。哇，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片子还看吗？学会放弃的2支小组，我觉得这个叫做有难度，有难度并不是不可实现，对吧？好的，那看一下2组怎么面对这个史诗级般的难题呢？一起来看。明天开始，我们即将进入城市猎人项目的最后一个任务。明天上午11点在那边集合，开始我们新的项目。我们是渴望具有更多的 talented researcher 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来，所以我们这个的定位是它是一个高级专家。为了确保大家都是 on the same page，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份人才画像。我的期望是今天可以收到。这职位很难，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完全没有接触过，没有经验。润润应该很熟悉啊。这个岗位就像是1周之内要找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发。老坤，你去的那辆车是吗？
是的。好吧。你想拉 Queen 做事啊？那肯定的呀。能够问一些问题。这肯定的，他要的呀。所以我们要去一个人。那你快去。这么这么上来吧。对。算了，其实我也问。这样吧，就这样。这不去了吗？又没去上。老哥，那个职位名称的话，像我们放的话，比如说搜的话，一般就说检测高级生物信息。癌症早期这4个字用带不？你自己搜看那个池子里面会出来多少人呀？你就搜早检，或者是 NGS， 或者是学历，就是生物信息。懂了。我已经把信息散出去了，我先等一波鱼上钩吧。哈哈，此外毫无头绪。现在就开始可以做了，车上。我现在直接把电脑拿出来。这个职位非常非常难找，这个职位难找到就半年、1年都交付不了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globalization 的职位。专业性很强。我的期望是今天大家能够给我一份人才画像。司徒，你们打算几点给客户人才画像？我们打算4点半。4点半。你们还挺快啊！你们真的是果然，我们这儿不容易啊。但我觉得他们先做人才画像，这个还比较容易。对，也不是容易，最起码你做完之后，知道自己究竟能做多少。很有可能发现做完之后，发现根本就不能接这个单子。对。我就被猎头公司拒绝过。这是正常的。我提出过一个想找人的职位，然后他们过了1天回复我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对，其实这样是负责任的，是的，对你是好的，不浪费你时间。小哥，走，这聊2句。大学这么找，我跟你说，你过来，你就这样就能搜到了，具体哪个大学的哪一个教授。好嘞。对，然后就现在还差这1个嘛，还差什么研究院是吗？对，基本上就这样，你先看一下，然后 OK 的话，你一会儿把研究院搞完，我们就可以发过去。他们还挺快，还是非常自信哈。对，我看一下人才画像。海南卫的行业公司如范子生，海南卫也高校。beautiful。这是个好地方，我感觉这地方保证能找出一些人，然后你知道这个有多么难找吗？这是我管我大学同学要的。是吗？你现在想一下呈现的形式，我想咱们还是打一下差异化出来吧。在人才画像上。对，在人才画像这个的 show 上面。我觉得现在它形式越复杂，它可能接受度越低。因为我目前在做的这个导图的话，我是想的是说按照人才的背景这样的形式，你看是否需要配一个图，把你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图片的形式，像目录一样，就只看这块的穿插。3月2号的时候可以的，今天我觉得来不及，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建议，我觉得 HR 蛮想看插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插门当一个目录的形式放进去。可以，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就你一眼就知道哦，我想看哪一部分，我就直接去哪看。可以的，没问题。好吧。就是我一会儿整理一下，然后我从 Emma 的角度去理解啊。第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我需要第一个有清晰的人来对接。第二呢，我希望他告诉我几点前我可以看到什么。如果我比人家晚发了，我们不需要去对比，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正在做。可以，好。那发吧，发过去之后跟他说一声。好快。他们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已经发过去了。他们已经发过去了。你看，已经有看到他们的东西了，是吧？
我没有看到，他们已经发他的邮箱里了。他说。哦，发到邮箱了。哦。怎么还以为要发到群里面大家一起看是吧？手机快没电了。哎呀，找你呢。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我刚刚给打了一个，那个特别好。然后他给到我的信息就是，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的商业模式没有确认。这个问题我们是之后再聊。然后现在我觉得咱们任务调整一下，咱们先可人才画像来，所以需要你快速的摸一下目前针对于这个部分外资公司的排序。你现在用电脑 search 一下，然后那个电话我们晚点再打。OK。现在反正我们是要梳理出方向，比如说国内、国外的 NGS。NGS 对 NGS， 然后我们。还有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计算机统计专业的一些背景的？咱们就给个大概的，给个大概的，咱们不那么全，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可以。有你们在真安心。有你在才安心。你给我框一下吧，搜索词儿啥的。关键词你就写 NGS 就行了。他们这批人。NGS 来，然后你这个。我把 email 给你一会儿。对 email 给我。思路了。就开始狂搞吧，有电话我直接拨过去，没有电话的我就直接那个再发 email 是吧？对，好嘞，狂搞吧。我想找一个鱼。哎呦，鱼什么鱼？不能你们做完了，你就在这边估计估计。叽叽咕咕，又开始出现了失智的现象，害得我在那边赶不赶了什么的，人传人还。哎呀我啊！你坐那边去，走。赶紧那儿坐过去，司徒旁边。他在那儿挺好的，就在那儿吧。他也开心，我也开心。笑死！你俩看完了都 OK 的吧 ？OK 的。行，那我发了。Hello。哎 ，Hello。Please。你在说？叫啥 ？Please。英文好不？还不错。怎么了？那怎么了？帮我接个电话。寻求对手协助。Hello. Yes. Hello. You cannot hear me? Okay. Maybe you could try again. 这谁呀？做这个检测呢。打死你！我。啊，人选。什么呀？你做一个检测。然后呢？我聊，然后呢？聊给客户推啊。什么东西啊？让你帮他忙，帮他聊。你来聊一下。色拉拉的忙。都行啊！哎呀，这还是个。We are looking for a bioinformation scientist for Chinese domestic company. 太强了。Yes. Good. 刚才 hello 好了半天。他口语性太强了，而且他里面这个岗位，我现在给他介绍不明白，有他们，连汉语些都给他介绍不明白。Johnny will summarize all information and send to you. Yeah. Okay. We could have a further discussion after you read the profile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nice day then. Thank you. Bye bye. 口音不行。那丽娜还帮他们忙。给你吧，你自己发他吧。就跟他干聊，我这个职位我还不知道怎么 brief 呢，中文。怎么就开始飙英文了？不是，关键是帮他聊，帮你在聊。怎么回事？帮你。小哥说这人给你了。给我。我们跨团队合作一下嘛。就给我了，你怎么看？他在那挺好的。
完了，完了，可以，可以。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都不重要。小哥，你赶紧加他，加他，赶紧跟他聊。新来一个 friend， 哎呀，那个 friend。胡晓是挺逗的，这个。 Hello Queen， 你们是不是差不多了？我看你们发给 Emma 那边，她也回复了，对吧？对，回了。啊，我看到你们还给了5个简历。对，然后有2个是符合的，应该不错了。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蛮开心的。我说 Emma， 我还没有具体问到他。小哥在这里是做细作吗？啊。刚才拉娜刚跟他打了个电话，他甚至把人选直接给我打了。 OK。然后肉肉过来要骂人了。曾毅的英文好像也很好。我始终反对分裂。大声，赶紧过来。小哥就是细作。拜拜。小哥不会的，他不会。拜拜。不会乱讲，相信他。 肉呢？我来康，这是个外国人哈。嗯，拉娜帮我聊的。那简历能做吗？ 它应该是更偏，就是 wet lab 那边的，我们要找的是 dry lab， 不太对。我给他闭走了啊。不太对。哇哦，哇，完全听不懂。干湿实验室，它应该是形容的是实验室的属性，不是物理的那个干湿。先找中国人，实在不行再找外国人。外国人比较风险比较大。 闭掉。很艰难。嗯。目前可以看到2组都提交了人才画像。刚刚胡晓明明跟那个丽娜他们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但是他遇到他难以解决的问题，寻求竞争对手的帮忙。我觉得胡晓主要是没有把丽娜当竞争对手。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职场里面的竞合关系，就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觉得这个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嗯，杜总有遇到过类似这种吗？竞合关系的？竞合关系，这位算吗？我们俩不是竞争关系的，因为我们俩是2个赛道，也不合，也不合，也不近视，也不合。我们也就表面上合了，我们是同行，单纯的不合。一般你不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对吧？我经常的话，很多问题的话，我也会去问时代。 龚俊、李飞他们，对啊，陈俊峰他们，我们真不知道你们会有联系。我也会去问丹妮啊，也会问，都会啊。他们也会，都是大家很友善的沟通。我们有一个群。哦，没想到，名字叫什么？3巨头。这个名字你都想得出来，我的天哪！3分天下叫那群叫3什么天下？3分天下。回去改一下，3分天下，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行业问题的话，大家是需要一起共同解决嘛，所以就把你抛在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天真姐觉得呢？我觉得是你的公司规模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知道其实是整个行业更好，你会更好的。你更好，行业也更好的。所以大家其实在为这个行业共同的发展。对。你的那个视野更大了，而不是就是。 就如果穿小鞋，对，如果你就是盯着那么一点小小的利益你争我夺，那就是把这个行业越做越小。对。原来是我们的格局大了，太大了。杜华姐这个主要是因为企业做的大，是你那个层面是这样。我说个体户个人奋斗的时候这种情况，曾经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来展开讲讲。我们当年都是一起创业嘛，一起比赛嘛，那不都是竞争对手吗？对。然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场在很后面。 就需要你去找曾经可能你在台上竞争过的、淘汰过的选手回来帮唱啊，典型的这个寻求竞争对手的合作的行为。那我觉得男生嘛，他有那个义气在，对吧？
我走了，但我走的敞亮潇洒，回来继续祝福你，帮助你前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吧。结果呢？我就找了2个小伙伴帮我，一个还好，另一个在副歌的那一句严重的抢拍多次，不停的抢拍，导致我那场差点后来被刷下来。结果他呢，怀着歉疚的心，在上台投票的时候，已经抢了拍了我啊，已经害了我哦。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旁边那个人的手。是谁啊？姚正，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哥们儿。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结论：寻求对手帮助可以，但是被坑风险自己承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才的一个画像已经非常清晰了，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挑战如何。继续。你怎么啦？看着这么愁。哎呀，最近我朋友在找工作，想让我帮他看看那个职位符不符合需求，但是我现在最近太忙了，我都没时间帮他。你可以让你朋友试一下这个猎聘的职位透镜功能呀，它可以针对候选人的简历一键生成与岗位的匹配度分析，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出候选人与简历的匹配情况，很快就能筛选出是否合适这个职位。哦，那我可以让他去试一试。来吧，我们去开个会，然后把你们那么正式的拉到这个会议室里面，是有事情要公布啊，3件。第一件事情，汇报结束以后，客户呢他会选择一组较为满意的小组，继续推进合作，而另外一组会停止交付。停止交付。哟，竞争来了，并且在整个城市猎人的这个项目里面，全员终止试用。啊，这么严重？全员淘汰。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那 Emma 这边跟我反馈啊，她会担心你们跟候选人这边传递信息是否足够准确，所以她其实跟我提出来一个小的 test， 在今天下午3点她会以候选人的身份来去跟你们去做一场 role play。天雷，在这个里面，他会去考察他作为什么公司的 HR， 然后再到这个职位，他因为在这个领域聊了很多人，那你们能不能足够的去应对候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好的。然后第3件事情，我邀请了一个专注在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顾问朋友。他等会儿会来，你们有问题可以基于这个职位也好，这个公司也好，这个赛道也好的问题，及时跟他沟通。好的。有问题吗？拿你。好，行，那就这样。傻笑，太乐观了，太乐观了。为你的自信感到骄傲。正好有事儿想跟你问一下，确认。好，你说。就是你之前合作医药的 HR 的话，他们会比较关注哪些点？就第一个还是说你了不了解我们公司和这个职位到底干嘛的？顾问的专业度。你在这个领域你到底懂不懂？你最好有谈资。那这个谈资无非是说 inside 的角度，或者说给候选人。所以这是他一定最关注的。你觉得 OK 吗？还是需要再练一练？再跟我们 role play 一遍。当然要揉一下。对，但是这个会以你为主导，就是下午的这个环节。我娜娜会比较清楚，大家都是串着脸的。跟他的 role play 应该问题不大。你的肉肯定没有问题，尤其一些专业的术语啦，对，专业的公司，对，以英文的形式输出出来的话，肉肯定是能够应对。基本上应该没有大问题。喂。Hello， 神秘嘉宾来啦。Hello 啊。Hello 啊。哎呀 ，Hello 啊。Deal。哦，回来了，哎呀。周一纯，回来一个。Brandy 呢，专注在生物医药的早期研发，还有临床领域，然后他做了很多生性的岗位。正好是他擅长的。大家好，我叫周一纯，然后自己选择了就是医药这个赛道。我在这边的话，其实也积累了很多医药相关知识，它让我的就是技术壁垒变高了，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就是不可替代性增加了，然后我认识了非常多也非常优秀的候选人。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所以要讨好他，让他给你们点人，好吧？感觉这期终极任务就是为他而设，结果他提前淘汰。对，反转，反转。肉肉，哎，特邀嘉宾呢？我有种看《甄嬛传》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甄嬛回宫了，你来了。哎，特邀嘉宾呢？没想到吧？特邀嘉宾。那我要坐那个位置。哦，可以可以。那我在这里了。这吧。曾毅，而且跑很远。赶紧讨好。要吃啥？要吃啥？我的手有点干。来，来，乳液，身体乳，身体乳，亲自为你抹上，抹上，来。有点多。你看我都亲自服务了，好不好？你应该直接马上划过来。曾毅完全没去。那我在这里了。你就已经要开始了是吧？要不我们一起过去吧？来，其实第一个问题，我们下午还要跟客户那边去做 role play， 所以其实这种公司，它对于这个你的话术的严谨性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的 Brandy 导师。好的，我之前给他们竞争公司推过这个职位的人。Brandy 自动带入了老师的角色，并没有任何，他没有任何说别叫老师，别叫老师。人少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我们在看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是不仅要会生物学和计算机学，而且这个计算机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就是互联网的一些 AI，它是有，比如说用 R、用 Python 这些就是那种技术去画图啊，然后去算法，对，因为他们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去做这方面的研发和沉淀，然后把这个就是模型给建立起来。我们的 Brandy 老师，如果是你来做这个 case， 你会怎么样去跟候选人沟通？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卖点从这个专业技术上转移为就是这家公司的文化上，就是他们因为惜才，因为真的很渴望能够把国内这块技术突破，所以只要你愿意加入的话，他们可以根据你在这块的经验、专业和想法，然后进行他们业务上的调试。是这样的哈，我过去成功的招聘经验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海外的人其实反而更容易，因为他们有回国的需求。然后海外的人的话呢，说实话，你们就是谈情怀，你就可以跟他上价值嘛。因为还是有很多华人科学家是有这种情怀的。明白。蛮资深的，你说这种人，对，年轻点的话，他们都觉得在国外再学一点东西再回来。这个其实是猎头的一个就是怎么说话术。哎，为什么他们那么积极，你们不去听？对，说得好，为什么呢？我们听组长指挥。我们有我们的，是不屑 Brandy 吗？那怎么可能？我们等他们先结束之后，我们再去。可以就是编打的时候总结。我感觉像曾毅项目的组长。对。曾毅没去都不去了。主导权在曾毅那儿。总结一些，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来那个。我去听白总的，我先打人去了。对，我也是。你们打人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随时找我。没问题。好。歇会儿。2个印度人和1个美国人回了我。就是昨天那个了。没有，我刚刚早上发了400-500个人了。印度人还是比较 open to works in China。有一个背景还可以。导师，这个，天哪！你现在怎么样？进展？我现在发了400-500号人，有2个印度人和1个美国人回了我。好的呀，看样子你们已经打了很多人了。司徒跟我说你们不需要帮助，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目前没有。你们组可厉害了，你们不需要帮助。我们听组长指挥。所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有。
他们怎么回事啊？要面子啊。这个确实有点像《甄嬛传》啊。真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有。哎，你这个小电脑，好看的。你跟他相比会有一些些的优势吗？你觉得？从业经验的话是稍微比他多了那么1年的时间，可能我稍微比他强一点点。不是他们，可是他为什么坐主在这里？要是肢体变了，肢体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哎呀，哎呀！这场宫斗大戏到了高潮。你今天就一天都待在这儿了？对啊，我给你们做技术支持，随叫随到。真好。这属于面部表情管理没好。继续工作。所以这会儿 Brandy 会不会我要全力帮另一个组？干嘛撇着嘴？看不懂，看不懂也是很正常的。他回来是报仇的吧？周一纯是不是想的是我要拼了命给你们？对对，现在这边就是4打3，他们这个就属于把外部资源主动推向给了对手。我这里有一个人，你有什么不懂你可以问他，你用他来作为你接下来跟所有候选人聊的一个模板。对，就是跟他聊过之后，你跟所有人聊都 OK 了，把你所有想问的问题都跟这个人聊一遍。待会儿的那一个 role play， 我们要不要提前？你讲吧。可以 rehearsal 一下。我们要不要 rehearsal 一下？你需要吗？我觉得不太需要。这感觉有点危险啊！听一下我们的 role play。我是那个医疗领域的顾问拉拉，你现在方便吗？哦，我方便。你好，李女士，我是在帮那个燃石找一位 NGS 研发科学家。首先我们就是希望说有更多的生性专家能够加入，来分析燃石，因为它有非常强大和世界领先的一个数据库嘛。主要的目的还是做 FDA 产品的一个更新迭代。觉得 role play 它会专注的点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很了解这个公司，了解这个岗位，然后去跟他分享这个职位，他觉得准确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跟候选人去聊。好的，我清楚了，感谢您的分享啊，我那个加一下您的微信，我们微信上沟通。就是上来先问这种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有跟候选人建立一个信任度，让他们觉得你是专业的，才能继续聊下去，才有后面那些比较长远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商业化、上市后那些，还有股票啊，那都是很之后讨论的问题。打开电视用酷喵看《嗨城市猎人》追好综，切换真相，高清又好看。周一纯回来之后，两组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哈。有一组就是非常积极的响应，然后问了很多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司徒他们这一组怎么全员拒绝呢？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只有会员才能看的真人秀，是时候放出来了。是面子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大家觉得？他就是觉得我很懂，我为什么还要求助你？我感觉他们组都呈现出这样的状态来。其实我觉得那个争议表现出来，他有点不屑是正常的。因为他之前不是都说我经验比他多1年，专业度比较好一点，实力强一点，对吧？没必要求助他。在那个组里面啊，司徒跟小哥都认可了曾毅，也很依赖他。然后曾毅表现出这种态度的话，可能大家就默认咱们都这个态度了。至少因为是一个组的，我们态度还是要统一一点。对，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的微博征集活动，职场啊，我想问问，里面就有朋友提到了自己关系好的同事甚至朋友突然成为自己的 leader，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2个人的关系，所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因为都是领导，所以没有好朋友啊。你们怎么折磨你们的朋友？你们说说看。我的合伙人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公是公，私是私，就是私下里的感情建立了你们信任度的基础，但是在公件事情上是完全要就事论事的，这第一点。第二点要足够大方，就是你要让大家觉得大家获得的比期望的更高。
都本身都是朋友来跟你做事了，就是我的心情也是，不是说我雇佣了他，而是他来选择了帮助我，是在支持我，所以我也愿意给他更大的回馈。就是心态上大家都要很一致。在工作过程中有了冲突跟矛盾要说出来，我对你现在感受不好，我觉得你怎么样，然后我是怎么想的，就不要留存误会，一定要做到坦诚的沟通。很早之前有一个节目吧，你当导师那个，对，然后我做导师，然后那个时候 Justin 还有范丞丞他们不是就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上吗？那个时候我们本来都是朋友，因为大家，你像 Justin 14、15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嘛，一个公司练习的，然后结果突然就是我坐在前面，他们在那儿表演，然后丞丞表演的时候他就忘词儿了，忘词儿之后我就说他，我说范丞丞你练习不够，然后他就跑去后台哭了。你语言的力量比别人还重。哭得特别的伤心，比果果在《变形记》里面没有过生日还哭得惨。练习不够，他记了非常久，他到现在就是如果再见到我或者给我发微信，都会重新 Q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你跟对方对于彼此的认知。其实刚刚天真姐说那个挺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你的那帮同学啊，还是很认可你的能力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把服这个字说得很明显，但能跟你合作，并且还告诉你说不要考虑他们的就是个人的情感感受，多为公司的利益着想，是因为他们还是骨子里会对你认可的、服你的这件事情。像程潇那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其实如果我是真的不太认可他能够去评价我的话，即便我以前跟他可能一起创业过、奋斗过、比赛过，可能我不会选择参加那个节目。那接下来这种 role play 是猎头行业里面经常常见的一种事情吗？对，猎头人员为了去让自己更加熟练这些话语话术，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叫 role play 这种角色扮演的这么一个练习，会让他更加熟悉的去应对这些问题。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别动，来找人。是的，我急找人才，不用那么麻烦。接着，用它。没错，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招人找工作用猎聘准。用猎聘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聘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来了。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 role play 大概10分钟的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 ，Emma 可能大概会做一个简单的反馈。好的。好吧，那我打过去喽。好的。你好。Hello Emma，是这样子的，我们第一组呢是小肉丝组，然后由我们的 Ramona 来主要跟你去做这场 role play。你好，是李女士吗？你好。因为我这边是拿到了你的简历嘛，然后想问问你最近是 open 可以看机会吗？我目前没有 open 在看机会。你现在是有就职在斯坦福，还是说在哪一家公司啊？这个我不方便透露，谢谢。不方便透露 ，OK。那最近都没有想看机会吗？对，我没有在很 active 的去看机会。没关系，因为我这边其实正好有一家公司它是 NGS 的一家上市公司，它最近 open 了一个新的岗位，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也当丰富一下你的市场信息，你看方便吗？我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可以的。好的。然后这家公司呢，它叫燃石 Burning Rock， 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过啊？我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然后我们这边这个岗位的话，其实是它这个研发团队下面新增的一个岗位，然后主要是就是研发它目前这个产品。OK。因为燃石其实现在是有着全中国最大的肺癌患者数据库的。对，所以他们这家公司主要就是它有很多数据，另外就是他们产品是第一个获得 FDA 认证的，中国这边。OK， 是他们的哪款产品呢？这个问到一个，他们这个冉小安目前是已经上市可以卖了的，就是可以检测6种癌症的这个。
你刚才提到他们有获得 FDA 的是哪款产品呢？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刚刚和这家公司去进行了一个接洽，对。这下一下子不行了哈，完了！大忌哈，你都没那么了解，你还来找我？关键是对方是 HR， 对，他就是要考核你懂不懂我。然后他们是这个，应该是他们一个技术是在 FDA 这边获得了认证的。这个是有点高科技，我们还是需要点时间去，因为一般其实就是行业内我们目前这一天打到候选人，基本都是知道燃石是做什么的，它有哪些比较 shiny 的 points， 所以我们就是还没有介绍到说这么准确的这一套这个信息。OK。解释一大堆，解释这个是没意义的。这个时候我想看 Brandy 的表情，会不会？你对这一类公司是否是感兴趣的，或者是这个职位？就我自己目前在我现在这家公司来讲的话，我整体的发展还不错。反正后续的话，我可以先把它这个 JD 呢发给你看一下，然后如果感兴趣，因为这家公司整体平台很不错嘛，我觉得你可以先去聊聊看。好，谢谢，好，拜拜。Emma，小肉丝组的这个 role play 啊，就是包括刚才的前面的问答，有没有哪些是需要 clarify 的？很不好啊。整个 role play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点，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在拿到这个简历的时候，一般这种科研人员，首先你要确认的一点是对方是不是有时间。因为我这边是拿到了你的简历嘛，然后想问问你最近是 open 可以看机会吗？我目前没有 open 在看机会，因为你要考虑到对方是不是可能正在和他的老板 discuss 一些事情，对吧？确实哈。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们对于这个业务的介绍，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你刚才提到他们有获得 FDA 的是哪款产品呢？他们这个冉小胺就是可以检测6种癌症的这个。这个产品不是不是冉小胺。冉小胺获得是欧盟 CE 认证，这个信息在我们的官网上就有。你看，当场质疑。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跟科学家去分享这个信息，那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的准确性，这是科学家非常 care 的一点。好的。而且我们之前也跟你讲的这个职位，我们看的是一些技术尖兵，你们的一个找寻方向，我要确定是对的。好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谢谢各位，好，拜拜。拜拜。就是刚才Emma说了，你们都理解了嘛，就是就关键他们还是比较看重数据这一块，就是这个人就是愿不愿意去就这个数据，他自己去做 research。可能其他公司呢，同类公司给不到，包括国外也是这样，国外可能也未必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说切入点，可以跟他去探讨一下。对，这个尤其针对这个国外籍的人，科学家。对，你们在猎聘上肯定看到过很多候选人了，这些精准的招聘信息在猎聘上肯定都能找到。这些候选人在猎聘上看到以后，是不是能够符合客户的需求，那就是肯定要看我们猎头自己的功力了。不是很理想。好，那我们回去，该你们啦。好的，走吧。技术尖兵，咱们现在一个技术尖兵都没找到，我上哪给你找技术尖兵啊？我现在不就飞到美国去，在哈佛门口蹲人去？他在这提点了一下，挺好的。那个Emma好可怕，我觉得。话术挺犀利的。很精准。不熟悉的领域真的紧张。他们这一组还是完全不熟悉了。我们下一组是姐姐少年团，然后主要跟你沟通的是他们的 Lana， 那我把电话就给她了，然后你们就可以正常开始。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注意这个。Hello， 李博你好，我是专注在医药领域的顾问，我叫拉娜，请问你现在方便吗？还有你看看。方便的，您说。
我其实是在找一个生信平台 NGS 的研发科学家。今天的话，第一个也是在整个招聘平台上，然后有看到你的一个信息，可能未必是更新的，可能你现在没有那么 active， 但现在也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信息碰撞，然后了解一下你现在如果看的话，什么样的机会可能更吸引你，包括你的诉求。他很好。他问问题是问开放性问题。对，其实原来曾毅犯了个错误，就是他问的是关闭式问题，你有没有兴趣？没兴趣，结束了。只有2个选项。我能先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吗？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岗位是这样的，其实它 open 的原因的话呢，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增岗位，然后它主要还是做癌症的一个早筛。然后燃石的话，我相信你会有大概的一个了解。然后目前燃石其实是有大量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更需要很多的一些优秀的生信专家来做分析。你刚才有提到它有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库，我方便了解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你能方便和我分享一下吗？数据库了解需求，他们是一个你们所谓的庞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没问题。它其实是有一个万人临床实验这样的一个数据库，能够做到这么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的公司其实很少的。能进一步介绍一下吗？我比较感兴趣。然后说到它的数据库的话，因为本身它的产品就有很多多样性、敏感性、特异性，这个是它非常强的一个地方。哎呀，这个确实配合很好。我是整理了所有关于燃石它的一个背景，包括它的业务和团队，然后在整个 brief 完，我一起发给你。OK。对，暂时答不出来是可以要联系方式，然后进一步补充的。我们可以看到燃石它其实有非常强的一个实力，它是在中国排名第1的 NGS， 在行业里面它的一个技术实力，包括它的创始团队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能力，能够去做头部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吸引更多海外的一些人选，能够回归到祖国，你可以参与到真正去改变整个一个中国在这一块技术上面的一个机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李博你自己去考虑的。好的呀，行。这个是周一纯刚开始提的那个想法哈，情怀，用情怀去吸引一些优秀的华人回国。好 ，nice day， 谢谢李博。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姐姐少年团他们这个开始做的很不错的，有站在人选的角度有考虑，先是去确认对方是不是方便的。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在遇到一些不确定的信息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是整理了所有关于燃石它的一个背景，然后在整个 brief 完，我一起发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就是如果你不确定，那你就不要去 share 这个信息。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咱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认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OK， 行，看沈老师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从他们目前来说，探寻的话，主要是去探寻候选人的他的兴趣点啊，就是他的 motivation 有没有兴趣应聘。后续的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说怎么 assess 他们的这个 capability 到底是不是 match 我们这个 qualification。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接下去可能也是他们要下功夫去了解的。在我眼里看来，我觉得曾毅组跟丽娜组对比的不是丽娜组做多好，而是曾毅组做太多基础东西没做好。我的美国尖兵呢？快点回复我的美国尖兵！美国尖兵得晚上才能回复我。我现在只有印度尖兵。我给这些人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叫他。Sivasubramanian。拉玛尼，太酷，太离谱了。印度现在几点？现在可能中午，早中午这个感觉。我要打了。您的呼叫正在接通中。什么阶段可能会？哇，这个铃声绝了！真的印度铃声。Hi, Mr. Nas. Yeah, I'm Ramona. Firstly, I want to double check if you can work in China stably.
Yeah, I mean, if I get the permission to work there for a working visa, then I have no problem commuting there. Very Indian。刚接电话那一会儿还没觉得是印度人，我必须要说，这已经是口音非常轻的印度朋友了。Okay. So, you are the bioinformatics professional. Yes. Okay, and you are good at computer and statistics, right? Yes, I'm fairly fine enough.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your package annual? 70,000 to 80,000 USD. 哇，7000美金，4万多。7,000. And they have already get a product that could test six kinds of cancer through one bottle of 血液图怎么说？血液 blood. Blood, yeah. One bottle of blood can test 6 kinds of cancer. Okay, fine, no problem. Okay. I will send you email first. See you. Bye. 啊，这个印度口音真的是，我都有点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都靠你。好，那我们也算有一个了。哎，敬礼。你们怎么样？开始。感觉小鹿的表情不是很好。不挺好的吗？其实拉娜讲的特别好，这就是我们有些信息是不确定的，我们就没有讲。客户对这块是非常白银的。还好除爱给了我马上，对，你在短时间内把它讲得很顺利，就顺就很好。哎，很艰难。没有觉得自己在这桌很多余吗？他还不坐过去。你们现在明确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吗？我们拉起我们的所有没对齐的信息，然后把那个还需要 check 的信息汇总一下。呀，我来换个地方，不打扰大家。听到我们说话了，终于换了。我来投奔我们小组吧。你早该过来呢。我打算以卧底的形式套点这个信息呢。我把群里面我们的问题发到咱们群里了，你们看一眼，咱们整理对齐一下。你发我这些是 HR 提出来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HR 的话，它用来参考。哇，强将。是，但是我们那天的汇报对象是 HR。你确定啊？确定。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就是他是一定会在的，是否加额外的不确定。对。然后老 King， 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以方便的，就是我们自己到时候再跟 Emma 约一个对齐的时间吗？因为我们有些信息其实汇总在一起，还想再 check 一下。你可以自己私下里面问 Emma 愿不愿意。好的 ，OK， 我跟你确认一下。那我们是不是把刚刚开会得到的所有的建议总结一下给 Emma？ 最好是文字确认，因为产品的信息我怕我们还是会说错。但我这个信我已经问掉了。还有什么问题？暂时没有。没有了，我就下班喽。好的。那我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加油，拜拜。白老师，你走了？你要送我吗？不送。太尴尬了。他们这个对话都是设计过的吧？跟台词一样哈。那我想想办法吧。不过最近确实工作很忙，我只能尽量帮你了。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想让我帮忙找人，但我最近工作任务真的太重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你可以让他用猎聘自己找人啊。自己找？对啊，除了猎头和 HR 的话，也有很多部门的负责人，你看自己在猎聘上面找人的，而且更准、更快、更方便，优质的候选人也特别多。这个功能真的很不错哎，可以推荐让他试试。第一件事情，刚才 Emma 给到了2组不同的一些反馈，并且打了分数。就首先在小肉丝的组合里面，这个10分的满分，然后他们得到了4分。哦，不高，没及格。然后你们这边姐姐少年团是6分。客户其实都是在及格偏下的一个分数里面，原因是因为其实24小时内并没有很清晰能传达清楚这个职位的一个卖点。那你们接下去继续把这个东西赶紧做对齐，并且去展开寻访啊，其他就没什么。
曾毅在想，还好这周一纯已经走了，不然听到我这个分数。但我觉得你真的介绍的很好。我要是你，早就被他怼死了。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我还是期望说你可以作为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吧，你来给我们安排活。我自己真的有点没头绪，我搞了一个上午，我觉得我好乱哦，我怕耽误我们大家的这个进度。我随时给指导啊。OK， 我会先试图当 leader， 因为我可以反向影响他。就是为了这一天，被你说准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我要去弄的吗？去 support 你的吗？今天其实我们就分一个人去准备明天的 PPT 的内容。那我来弄，我感觉我比较有这个时间。可以。那像一些博士，我还打吗？就直接打呀，你不打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不算结兵，他们就普通兵。他如果是哈佛、麻省理工的，那就是结兵。那种得打，那种哈。就如果985、211的都不是的话，那就不用打。那算了啊，今天肯定给你整出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喂，哎，您好，我这是那个猎头。他有种戏谑的感觉。这节目录到最后，他发展成喜剧演员了，我感觉。上海的猎头，然后生物方向，然后他们是做国内就是比较领先的那种做这个癌症早筛的。我不是专攻这种生物医药这一方面的，我是生态。就是偏自然那个方向。哦，是的。生物和生态。两码事儿。哦，那估计有差距，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清华是那个生物信息学。啊，我是北大的。小哥是过来搞笑的吧？不是清华，也不是生物信息学，可能您那边信息有点偏差了。哦，那不好意思啊，我在那个网络上看的，可能这个有偏差。有误？太好笑了。哈佛大学的有没有人打过吗？姓许。没有。有打过吗？哈佛大学啊，我也发现了一个哈佛的。哈佛。你姓什么？哈佛。Simon 楚先生是吧？那你打吧，我打我这个。您的呼叫正在接通中，请稍后。喂，哎，您好，是 Simon 楚。什么？喂，哎，您好，是楚女士啊。那边口音更强。打错了，你是来搞笑的吧？对呀，我要被你笑死。不是，你这怎么电话出错了吗？搞了一个山东大妈。误会都是误会。我今天给你打满100个。喂，哎，是徐啊。徐先生。喂，您好。说，接兵。喂，哎，您好。喂，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今天肯定整出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喂，哎，是万女士啊。上班呢，我在帮游客采访吧。上海啊，我一天买不起房子，干啥嘞？能，你通过我帮你推荐的机会，就肯定能买得起房。他这么说就跟骗子一样。就上海，它这个地方吧，它工资涨的那个速度吧，它是逆着涨的，贼拉快。这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要笑死了！这种就是陌生电话特别难打的。我觉得你下一步要卖房子了。半导体的人都吃这一套啊，原来。半导体直接挂电话。那么好笑的，这是个男的呀，明显。你怎么打到一个女的去了？怎么会这样啊？我得调整一下，我得也接兵，给我来一个接兵吧。打到山东煎饼了。哎，张先生你好。您说。燃食的机会啊。
了解了。好呀，那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下属，可能在会关注类似的机会呢？哦，我有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我有了。我师兄。就是以前我硕士时候带我，然后他是工作之后又读的博士。好，先忙啊，拜拜啊。哇，这个人有工作经验，接工作好读博。我这手上是有一个燃石的机会。我之前投过燃石，我还是在那个检测行业。22年1月上交大博士毕业，生物信息，16篇的论文呢。我跟你说，其实没有别的招路，就多打电话。对，就是只能这样。总会掏出那么几个的。眼睛里永远有目标，脑子里永远有任务，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所以他皮裤套棉裤，可得有缘故嘛。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顺境不能飘，逆境不能怂，绝境不能慌。我接着再捞，我肯定能捞出人，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激起了我的斗志，必须成功。他怎么这么好笑？可以，小哥崛起，问题不大。喂，哎，是史先生啊。喂，哎，是刘先生啊，是楚女士啊。喂，哎，您好。喂。胡晓现在终于家喻户晓了哈，他找回了自己最适合他的方式。对，因为他就是这种比较结果导向，然后比较简单粗暴直接，然后也不太按别人的那个习惯去做。我感觉他之前做任务就是，我一定要帮这个客户找到一个合适的，然后我就打，然后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他算不算是在这个小组里面，人家给他分配任务之后，促进了他内在的一些动力？他适合那个单线任务，然后单一目标，然后强执行。告知他今天必须得完成什么指标，他就可以完成得很好，劳动密集型。对他来说，就是被一个清晰简单的目标激发了。然后呢，他在打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个目标过程当中，找到了一点点激情，然后呢，又慢慢的一点小成功，然后燃起了他自己内在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在职场里面有内在驱动的动力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有2个，一个外在的原因是他们落后了，不动不行了哈。对，就是因为后面那个惩罚是非常强烈，所有人要被淘汰啊，他肯定得往前冲嘛。第2个是这个任务特别适合他，就他在这个任务上看到了他做成的可能性，就是既是一个大的状况，又是一个小的刺激，这2者叠加就激发了他了。我们刚刚看到胡晓打电话，其实很搞笑，到后面有点。就是如果陌生人接到他这样的电话，有些人可能没那么容易相信，因为到时候说到那个工资和买房，跟像给人画饼一样。就是你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那种陌生电话，然后听起来有点类似于诈骗那种情况，有遇到过吗？我有真的接过诈骗电话，就是接完了之后，警察上门敲门，上门教育5分钟。陌生电话我都不太接，我认识的电话也不接。你接一下我们的电话吧，接一下吧，这是。怪不得找不着你。那目前2组已经进入了正式的寻访阶段，接下来都在冲刺了哈。那交付又会遇到怎么样的难题呢？一起继续往下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嘛，再出1到2个尖兵。第一个最直接区分他们普通兵和尖兵的，其实就是学校的问题。对，我现在就是查学校。新加坡跟我们是在一个时区的。新加坡只能打那个国立大学，那个国立大学有点忙。对，我找到了。耶，嗨，曹。你好。哎，你好，你好，你现在是做这个生信的是吧？我们做的生信是偏向基因的数据库。燃石你就可以理解成跟你们这个做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更 focus 在癌症这个领域。OK。可以发个简历给我。好的。尖兵，我听到了。我昨天问了一下，遗传学、统计学、数学，然后包括生物信息学的人，他们都可以看。好。有一个简历发给你看一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我先跟HR碰一下？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那我还是要问一下。他们很积极的跟那个客户沟通，能跟客户沟通的机会多沟通，反而更精准哈。
很好哎，这个人很好。OK， 我跟他聊一下。是说明Try姐那个方向的人都可以，你可以把那些都捡起来了。对，要跟他再聊一聊。方向是对的，量也是有的，考虑的人也有。这3点 get 的话 ，CV 之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煎饼，煎饼，耶，我们都是煎饼。煎饼强将。小哥，我这边就不找了啊，我这4个人。好。可以开始做简历。我再往过来弄几个。2种典型的不同的乙方。目前看来还真的看不出哪一组会终止试炼。对啊，这会儿啊成效还挺多，就看谁长得更好。2点喽，开始进度汇报。好的。今天这个汇报啊，我们要达到2个目的，一个是了解进度，第2个是基于你们现在的进展，有哪些需要导师项给到了一些支持的，然后现在可以提出来。好吧，那哪一组先？那就小肉丝组先吧。好。在28号的时候，我们是正式开始寻访工作。我们现在初步其实找了大概有7位左右的人选。好厉害。我们其实，在人选上面会有第1、第2梯队、第3梯队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并且呢，就是我们会进行深度面试，然后以及说我们 PPT 的一个制作。所以目前可能我们不会需要特别多的一些导师支持，又不需要支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好像很不爱导师支持。你们现在有7位人选，有跟客户简单聊过这些人的一些背景，看看说你们对标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吗？目前还没有。笑而不语。那万一错了呢？错是不会错的。太自信了。但只能说我们这个尖没有那么尖，他还想要更尖的人。可以再对标一点。对，万一呢？对，这肯定是可以的。这是。啊，那如果你这么自信呢，我觉得当然好了。对，我们有自信的项目经理肉相精。太自信了。你得自负吧。其实为什么不多做一步呢？可以跟那边的 HR 多聊一下，其实对齐一下也是 OK 的。对。你们这7个人当中有竞争公司的人吗？有。有，但是呢，我们会刻意的跟人选这个沟通过这个协议的问题。对，有的人选可能没有签，有的人说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规避掉，因为我们其实把这类型的人选的话放在了不属于这个第1梯队的人选。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从初步的看 Emma 的反应啊，她其实是抠了比较细的那个。是的。而且对于领域啊，她是很看重的。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如果你们手头上有是最好，没有的话可能就会有些要是不是再补一下。是的，是的。好，那你们这边结束。好，那下一组。我们是姐姐少年团，然后我们是这3个门外汉。在时间节点上的话，我们其实跟小肉丝团队的时间节点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不停的去 touch 人选跟 HR 去校对我们的方向性问题，导致说我们现在知道 HR 要的方向是非常垂直和窄的。所以确实，我们3个人目前在资源上面的话，推出的人有效的这种 motivation 比较强的有限。目前 CV 数量也不是很多，只有5份的简历。然后这个还需要我们再进行去调整。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也会想跟老师们探讨，针对于这次的跟客户的交付，我们是重客户的医药产品这个岗位的专业性的深度挖掘，还是说重我们作为猎头端合作的交付的专业度的完整性？客户的这个要求非常明确，所以的话，如果你能够给到2个很 match 的人，那个肯定是这是他最希望的，最好的了。那如果达不到，那我觉得你要解释为什么 why 你是达不到，因为可能客户也需要听到，你在搜寻当中碰到什么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对他后续找这个位置有帮助，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目标1就是2个合适的这个 candidate， 如果你觉得目标1你没有把握，那你就是要第2个目标，对吧？好，好。
OK。因为刚刚小螺丝组合对于候选人是非常有把握的，你们对于这5个人的把握度怎么样？我们这5个人的话，其实基本上一半都跟 HR 确认过方向了。都是可以的。HR 有指出我们更要精细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画像非常的窄和精准。所以我们现在在窄的过程当中，找的人就是有限的了。所以你们这5个人是匹配度比较高的。可能这5位人选当中，有1位的方向是最 match 的，然后其他4位可能都略有，就在不同板块上面，方向啊、侧重啊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给更多一点的时间，你们是有人的。对，渠道上面的话，时效性会拉强一些。那所以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让他们感受得到，我有更多的时间，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会呈现给到他们。明白。这个是之前 Lana 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的话非常棒的一个点，就是他会在 presentation 当中的话，类似于像埋一个引子，告诉你们，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机会，我也会给你惊喜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对，是的。对，现在小鹿已经有升级版本了。哦，升级版本了哈。好的，那就这样。行，好，对，谢谢。加油了，加油！你们7个。司徒有点慌了，觉得是不是要去找客户了？快来！开会。司徒组长的位置已经没了，已经让给了曾毅了。他们刚刚讲到的，他们跟 HR 肯定有很多的沟通嘛。对，我们是不是也要去跟 HR 聊一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这2个人100%合适，就是 Stanford 和我这个人。他只是学历背景合适，但他真正做的事情呢？他想要的不就是学历合适，然后那些什么Linux 啊什么技能都会。关键的技能通应该是问题不大。我们的人，我觉得会比他们的好的。他们肯定是有特别漂亮的简历，肯定是有的啦。真的，好紧张啊！没事，我们加油。不要对人选有怀疑，这2个人一定是很尖兵的人。他们因为找不到尖兵，所以只能去拿普通兵去问 HR 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但真正好的人其实不需要这个过程的。没有准备 inside， 对吧？他们没有拉那部分。我觉得这部分他们是肯定知道你会有的，所以没必要，对吧？对。你微软你负责一下，我觉得你上次做半导体那个行业分析的时候做的就挺不错的。这个有点班门弄斧。拉娜擅长这个，我觉得你也很擅长这个。我操，落地。就是你把他那个手册里面的那个内容，你总结，然后放上来，然后把跟他同行业的这公司，上次不也你查的吗？然后你去找燃石相比于同行业，我有什么行业的优势在？懂了。另外就是你不是打了一批人吗？你再把这个 market insights 放进去，海外的候选人可能对他们就是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一提到他们的数据库以及他们在做的事情，都觉得是一个从全球发展角度上都是一个很先进的事情。就是你前面一定要把基调定好，就是我们对这个行业，对燃石是非常热爱。没问题，我这块我来。我们现在最大的痛点，其实还真的是没有特别好的人可以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打就不是这块了 ，CV 的不是主打，你有 sample 的人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主要搞的还是我们的 solution， 然后包括我们的 insights 这块。我们做到专业呈现、专业解读就可以了。对，第一个是公司的一个企业价值观，然后其次是他们的产品。这个产品我的结合点是哪里？就是万人临床实验的那个。对，那些数据就是他们的产品。如果你要好好讲。那些市场的一些声音，他们能够拔高我们的视角，帮助我们去立意。Solution 我们叫精准寻访，然后精准寻访的话，就我前面画的圈，2种人选来自于企业。一开始想要先汇报 BD 的部分嘛，现在不能这么搞了。我这一趴手下一定第一个就上数据啊，这块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写。你就负责公司、行业、市场信息。我们从第1天27号的小白到现在，我们可以给你讲清楚 CFDNA 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学习敏捷度。对，我觉得可以啊，咱们仨这个命组很有压力啊，现在。我们的战略就是用简历砸死他们。太够了。
给。我先把这个 PPT 做了，先。楚爱加油啊！加油！加油！可以的，我对咱们很信心的。先把我的煎饼给做了。我还有2个帝国理工的，我要给这2个打通。哇，好快啊！燃起来了。哎，是曹是吧？对。哎，你好。哎，你好 ，Francis。想想怎么说？真的，这个人真的合适，直接能打在心脏上。这哥们儿要后来再居上，你。哇，2组现在竞争非常的焦灼啊，而且策略非常明显，完全不一样，对吧？你们大家觉得目前推算来看，哪一组可能会成功？曾毅，就曾毅他们那组。我没有推算，我是一厢情愿。就曾毅。我的情感上，我是希望小鹿这一组能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更系统化跟更流程化的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无论这个岗位来我熟悉还是不熟悉，我都这样做。但我感觉从理性上，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把可能司徒就是曾毅他们有可能会冲出来。曾毅。突然想到每年脱口秀大会都有一些新朋友。原来甚至都不会讲脱口秀，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那么好笑，就在那一下赢了，就那一下非常好笑，就赢了。天真姐觉得呢？我觉得曾毅身上有一种骄傲感，就是他既想赢又想赢得漂亮，所以当他看到对方已经在采取这个沟通策略的时候，其实他明明可以这样做的。我觉得他有一种我就不，因为我够自信和我够专业的这种状态在。我觉得我年轻时候肯定也会这个样子，但我现在肯定不会了。我现在吃了亏是吗？没有吃亏，就是我会觉得，我如果真的是希望赢的话，我会希望安全的赢，而不是一定要爽着赢。还是有风险，他这种方式。现在是 AI 下围棋的策略，对，就是你要做好各种准备。我现在喜欢背一手，做所有事情有 Plan A 有 Plan B， 最好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是对所有人在负责，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所以其实还是要让团队赢得更妥当，我觉得会更好一些。那姐姐少年团呢？姐姐少年团其实是充分的把劣势变为优势，他们没有相关的行业资源，所以他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因为万一客户最终真的是最看重的就是人选的话，他们风险就很大。客户一定最终是看重人选，只是我就是不知道曾毅的那个自信是不是有根源的，他到底那个是不是对这个行业足够了解，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我觉得我们家小鹿啊，尽管现在小鹿那边只有5份简历，但我觉得他跟客户沟通的特别勤，他可能对客户需求的话 get 到的整个的 information 更精准一些。那曾毅他们的话，可能他一直是从自己主观出发，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给的东西就是客户想要的呢？所以我还是看好我们家小鹿。小鹿哈，对。从2个组来看啊，根据我们猎头行业之星的能力模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叫做猎头技能。我个人觉得小鹿组的风险更大一点。因为 HR 之前已经听过你谈这个行业，在最终你 present 给我的时候，谈的东西没什么区别，你觉得这 HR 会有惊喜感吗？曾毅那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太过自信了，然后如果你押宝了这7份简历，没有1份是合乎 HR 的，第一你又不懂我，第二呢你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你在我面前就是一无是处。作为所有的观众来讲，是应该学习他们的优势。就假设你具备已经有的曾毅这组的资源优势，你还能够再做到跟 HR 也对称一下，那你的风险就会降低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这个就好了。好的，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啊，最终我们这个中期交付会是怎么样呢？来，千百次旋转，夜以继日练习，每一次舞台全天超长待机。以强韧的肌肤撑起非凡的梦想。凡士林特护身体乳，硬核守护敏感肌，肌肤弹润嫩，让肌肤不凡的力量见证你非凡的梦想。硬核修护，有我不凡。用猎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片独家冠名播出。快！8个简历，我把它拆出来。小鹿穿了一套西装，还蛮好看的。很看重这次交付。
就是贴上，就它就一开就可以翻到这是哪一个人的 Tier 几的。还得是我肉呀！哎呀，没你不行，没你不行。你别说，司徒的这种管理方法还挺适合曾毅的，捧着。要打的东西现在赶紧打。好，那我上一下钉钉的。汇报结束以后，会选择较为满意的小组继续推进合作，而另外一组会停止交付，并且在整个城市猎人的这个项目里面全员终止试用。有一组要终止试炼了，那这规则有点残酷啊，一走一组。几点啦？还有4分钟啊。直接去上海对吗？对。你们要先讲还是我们先讲？你们先讲吧。你们先吧。OK。 Always first。海绵好厚啊，厚一摞。对啊。咱们先讲，他们太怂了。咱们讲完了，还能有他们发挥的地方呢？真的太自信了，他好像每次都这么自信。这样。对。走吧。要去哪？他们去接安嘛。哦，弄得就贼紧张。紧张吗？可以的。哦，这是你的稿子吗？这是我不算是稿子吧，就是我的一些信息。你们的信息太多了吧？我就负责一趴，我还不专业一些。司徒责任要拼 K 了，拍开。贝司总已经在线了吗？我在出差酒店里比较乱，我就不拍摄像头。好的，等一下艾玛。在左边这个房间。好，hello。哎，艾玛你好。Hello， 这边。好，谢谢。你好，艾玛，然后你好，宾司总，然后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时间哦。我们这边是作为第一个团队是小肉丝组合，因为我们是大前天接到了这个高级生性科学家的位子，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有效时间差不多是48小时的搜寻，然后我们今天会以一个 present 的形式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招聘到了哪一步，然后以及有2个我们觉得是行业尖兵的候选人分享给大家。对，好的，谢谢。我们会分为4个 part。第一个 part 我们会分析我们是如何找这个职位的，我们搜索的一个 criteria 是什么。我们因为一直强调我们要找行业尖兵，那就是第一部分我们用PhD 的 education 作为一个分水岭。如果你是 QS 前50的 PhD 学校毕业的，我们可以把你划到 Tier 1里面。同时你要在你发表文献以及你 hard skill 这块要是全部符合的，我们会把它变成 Tier 1的人选。由此我们找到了8位人选，所以我们会着重在我这个部分介绍 Tier 1的人选，以及这个刘先生。好的。对，这个简历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宾司总，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Tier 1的2位候选人，然后这个是我们觉得在这个72小时里面能找到的尖兵。我是跟他有过这1小时的这个面对面的 interview 的。他目前是在新加坡的那个 Illumina， 然后在他们内部的一个研发团队里面做这个 deep learning 和 AI engineer。然后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本科加上博士，基本上我们所需要的能力他都具备，包括基因测序啊、DNA 的 methylation， 然后还有一些 deep learning， 包括他所有我们需要的这些硬性的科技的技能，他都是有的。因为他其实对我们燃石做的这个事情 Fire Angel 的早筛以及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数据库的量还很感兴趣，想要跟我们聊一下。我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第一个候选人的话，我想问一下，他从21年加入 Illumina 到现在，有去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大型，或者说可能在业界也是产生一些影响力的项目吗？Illumina 目前基本上在 AI 算法开发这边设计的一些项目，它基本都有参加。所以具体如果你想知道他是参加哪些就是有影响力的项目，我可以让他到时候后续再发给我一份。
麻烦这个你帮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因为单从他的工作经验来讲的话，还可能距离我们对于技术尖兵的这样一个定义，它还是存在一定的 gap。所以说在这样的 gap 下面呢，我们是更多的是看到他具体参与过什么样的项目，并且他在这个项目里面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对，那关于这个第一个候选人，我大概会有这样一些信息，可能还是需要后期你们能够对我帮你要一下。对，这个人年薪得多少呀？厉害。然后冰丝姐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第一个候选人，整体来说，这个大的里面，刚才艾玛问的，也就是我想说，就是他自己具体在这里做的一些，对吧？工作。好的。也就是这一块。我让他简述一下。哎，好的，谢谢。好的，但是整体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对吧？对，方向。那曾毅还是挺准，方向正确。这个 QS11应该也算尖兵的一部分。好的，然后第二位候选人的话，因为是我的同事那个司徒，他去面的，所以他可以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人选呢，他的本科是在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的是化学本科，然后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去读了一个硕博连读。那么他学的是化学还有计算机科学的2个专业。那么他的导师呢，也一直专注在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所以他自己呢会很擅长于去做一些算法设计，并且他在Stanford 的时候成功开发了他们当时的一个软件。那这一个呢是在他有复制一个 link， 是直接可以点进去查看的。那他自己本人呢也精通了很多编程语言。他之前呢也经常出版了很多的一些这个 article 或者在 journal 里面有出版。那他的这个影响因子呢，其中的有一篇文章其实已经达到了63.7，他的一个大概情况是这样。好厉害，这些人真的。因为你刚才有正好提到他的这个出版的这个文章，他是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的，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细节哦，太严格了，光是听到这些都吓死我。他其实这几篇都是一个共同作者的身份去发表的。明白。那这个 publication 这一块的话，可能相对来讲较弱一点。但其实，在 Science 上面能发文的已经算是。他在 Science 上并不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对，这个可以后续我们再去 double check 一下。对，就不是第一作者影响还是非常，是不是？对。然后那我看到他之后就去了这个 Illumina， 对吧？这个人他是18年博士毕业的，对吧？18年博士毕业的话，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那我们是需要他有一些足够 shining 的一些项目经验也好，或者说他之前参加过一些什么特别大型的，这我们都去要一下。对，这个可能你们在后期帮我们再去要一下，帮助我和冰丝姐这边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好吗？好的。冰丝总这边第二个候选人有什么问题吗？首先谢谢大家，就是我觉得1和2的方向是非常符合的。完了，我们家小鹿危险了，别的方向也找对了。但是像艾玛说的，再挖掘一点啊，再讲细一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更具象或者更 shiny 的一些 point 能够展现出来。然后那这2位候选人的话，会考虑安排一下面试吗？可以。好的。压力给到这边，不会这一期就要淘汰吧？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Tier 2的人选，这4位的话全部都是 PhD， 但学校不是那么 shiny， 还有 Tier 3的候选人。Tier 2、Tier 3的人在基本技能上是没问题的，但可能就是学校稍微差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在72小时之内已经用了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尽可能 approach 到好的候选人，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合作中，我们有一些还没有 follow 完的候选人，会进一步给到大家，然后可能后续我们有一些调整啊，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合作。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整个组的情况。谢谢冰丝总的时间。主要就是2个尖兵候选人我们已经 present 完了，具体这几个简历呢，你可以具体看他的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线下再聊。好的，那很直白，我喜欢。行，快给下一组时间啊。确实。Hello， 冰丝总，艾玛。愣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小组的汇报的话，主要是4个部分。然后现在向优出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针对于交付这一块的一个人选简历情况。那是这样啊，因为在我们整个交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一共触达了302位候选人，然后深入电话沟通72位，在我们这边我们面试评估淘汰了32位，然后待定跟进6位候选人。所以我们这个3个人的话，其实针对于本次的项目呈现是分了不同的角色。楚爱主要是负责一个交付的刚才这个过程的解读，我的话主要针对我们的客户的一个分析。拉娜会给到您一些我们对于方案的一些研究。针对客户这块的话，第一环就是我们有多了解这家公司。然后这块的话，我会展开先说一下他们公司的一些企业、他们的愿景，然后他们的使命，然后其次是他们的产品。然翔这个产品的话，目前也是以LDT 的形式的话面试了。它的话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通过一管血的话进行6种癌症的鉴别，分别是肺癌、肝癌、食管癌、胰腺癌、结直肠癌以及卵巢癌这样的一些技术。看到其实燃石医学这家公司是专注于肿瘤精准医疗提供它的 NGS 这一块部分的业务的。然后我们就是 Oversee 这个产品的话，获得了美国 FDA 授权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那给各位老师们解释一下，这个 FDA BDD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必须要解决重要的临床需求，同时产品的功能和性能上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燃石这家公司就完美做到了人无我有，因为这块的话开创性其实就是没有的。在全球上来讲的话，也只有3个产品得到了FDA。BDD 这样的一个认定，然后顺着这个产品的 FDA 这个产品的一个迭代，我们是怎么交付的？这就是出来的part。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更多展现我们的渠道脉络，怎么去找到这些人的。我们有海外院校、文献、医院等政府所有的资源，好厉害。所以说呢，我们刚刚拿到这个职位的时候，最开始我们非常局限，可能我们在搜索关键词。生性分析、医药研发和医疗人工智能之外，我们在网上搜一些 NGS、单细胞测序、数据挖掘、机器学习。那我们可能在过往面试当中，我们会以 STAR 面试法和行为面试法去评估这个候选人他是否 qualify。针对你们第2点提出来这个就是商业落地，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从研发前期它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除非这个人说这个人足够幸运，就是我们准备商业化的时候，这个人进入了，哎，我就让你进去做了，然后你就很快能看到商业化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前期的话，其实我建议你们啊，这个就是不是说作为一个 must to have 的条件。那我们这个如果有，肯定是加分项的。对的，挑战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也准备了应对的方案了。我们也请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娜娜可以讲一讲这一部分啊。好，我来说 solution 了。solution 首先我们是定位叫精准寻访。我们2种人选来自于企业，来自于学校，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他们都会发表论文。我可以去列什么？论文里面有所有人的名字，帮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去 approach。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精准寻访。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在做一个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人选他其实基本上的话存在于2种地方，一个是实验室。一种的话就是在科系里面，那他们会有个共同特性，无论他们在企业还是在院校哈，他们一定会去发布文献。像 Emma 包括 HR 团队，其实曾经有成功的经验，我们从文献当中找出合适的人选。我们怎么去解析？我们要找关键字和解析的这个能力，我们要把它给尽快的去瞄准出来。包括我们去弹导，然后这个呢是。自己做了一个演示哈，小的一个动画，我怎么去 search 的，给大家看一下，也是感谢所有人的一个建议哈。OK，UCLA 对吧？大学，生性专家，生性科学啊，生物信息，我搜了关键字。哇，好，有一个知乎的文章，这个人本身就很合适，叫，因为他自己就 bioinformatics。然后他有个 link， 他的导师很不错哈，我就找到了这个 link， 有点意思。我们看到 people 有一个 alumni，那就是他所有的 alumni 都在里面。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叫，我试试看哈，找一下啊，马上搜到了这个。好哇，出来了很多的信息。OK， 然后呢，主页就出来了，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还有他的 Gmail。以及它的文献，这个时候我要开始读文献了。这个时候，那我的关键词的话，其实还是，确实英文我也看得比较费劲，把它 trans 成中文，中文听，哎，
好像是对，有很多专业术语是有合适度的，甲基化啊等等的 DNA 啊等等的，非常清晰。其实他们也可以，因为你只需要去确认的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他是不是有2篇作为第一发布作者的，然后这样的话才能他的博士学位才是真正拿到了。其实你们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他基本上那里面列的那些人都可以，就像你们刚才找到我们然氏发表的，你知道吗？除了宾斯以外，其实后面的全部都是我们团队里的科学家。是的，对，他写的很清楚，可以，对，所以说就是这些人其实他做的东西肯定是对的，对，甚至你可以通过他们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人。是的，是的。那我至少学会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也想更多的去做一个分享，蛮好的。我们其实也用了那些搜寻的方法，就没能展开说了。可以看到猎头这个基本功很solid，把这个搜寻的这个链路给呈现出来了。艾玛，你有什么建议吗？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第一就是大家不要把商业化这个项目商业化这个作为你们的去筛选的，因为有时候我说实话，我见到过能力很强的博士，他从研发到商业化用了10年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NGS 一直说在前期投入很大，但是很难说大家很快看到成效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因为它的行业的特质所导致的。同样，我们做早筛，我说实话，美国那边比咱们中国早很多年。是的，是的。为什么现在想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差不多18、19年的时候吧，世卫组织有发过一个报告，显示中国的癌症患者80%发现都是在中晚期。中晚期它意味着什么？治愈的成功性非常低，其次成本很高。那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早筛产品，就是说我们想去改变这个现状。我们不希望说未来再有一次调查的时候，还是显示我们中国的癌症患者还是在中晚期。那我们是希望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企业。对。就是还是非常感谢2个团队，就是给了我一个 surprise。对，就是从那天的 role play 到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真的就是质的突破，让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啊！就是我代表然氏以及宾斯总这边，我们都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付出。谢谢。好，那2组都 present 完了，那我们就请学员们先行离开。好，那我们先走了。谢谢 Emma， 谢谢沈老师，谢谢，辛苦。已经是不是那个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棒。好了，我们正式解除竞争关系啊！开始。还有我啊，来了。我觉得那个视频非常好，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日常找人，尤其碰到一些个难的 case 找人那些思路展示出去了。哎呀，真的太搞笑了，咱们这个风格太鲜明了。Emma，就2组基于这些天的一些表现，你更期待跟哪一组进行后续的合作？我今天听下来的话，其实这2个团队对我来讲有点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啊。其实你让我真的 make a decision， 其实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我可以把他们各自的这个优势都跟你们讲一下。优势听一听，我们也做个分析。小肉丝组的话，他们给我非常 surprise， 就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了相对来讲比较 qualified 的这个 CV。单纯的从我就是要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我觉得作为企业方的 HR 也好，或者业务部门也好，我们觉得给了我们很快速的一个响应。然后第2块的话，就是对于一个人选的这种软性技能的把控。刚才大家在做这个 marketing insight 的时候都有提到说，很多人对 NGS 这个领域他首先就没有信心。那针对这样一个人选，可能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猎头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 selling point 给到人选，给到他们一些比较正面的反馈。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同意拉娜他们那个团队的这样一些 idea。而且它的整个对科学家的这样一个搜寻的方式完全符合我们去找这样一些技术尖兵的一些方式以及方法。好难啊，不好猜啊。然后目前我也在和宾斯总在讨论。好的，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竞猜环节了啊，朋友们，我们赶紧报一下各自的幸运数分别是多少，来看一下。
陈潇34颗，杜华姐29颗，戴总22颗，庞博22颗，杨天真姐15颗，我12颗，苏醒借节目组6颗，负六，精准一些，负6。好的，那我们这一次要猜的就是哪一组会获胜，我们先在小黑板上思考一下，好吧？好难啊，不好猜啊。我是不会变的，曾毅加油！你 all in 也就是6个。今天他输了，晚上请我们吃小龙虾。大家在黑板上写上大家要吃的口味的小龙虾。香辣。我们店这个黄瓜还是不错的。大家写一下大家觉得相对安全的那支组的组名，然后还要写出你要投出的星星的数量，然后猜错的朋友要现场演示一个我有你没有的技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想一下，准备一下啊。我们要先讲惩罚是吧？还要先想惩罚。那因为苏醒他是不可能猜错，借的节目组的，但很有可能他就错了。回错吗？难道？我已经答应节目组了，如果我再输的话，额外就是发下一次的短视频老歌手的日常，单独夸咱们节目1分钟。好，赌一把。赌一把。大家都已经写好了吗？写好啦。我也是介绍，男的都是小肉丝，女的都是介绍。哎，这样的吗？从苏醒那边看，苏醒写的增益，也就是小肉丝这个词。小肉丝 ，all in 又 all in 啊，直接增益啊，又是增益后援会的会长哈。对的 ，all in 了 ，all in。行，就认定的就笃定相信他。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都是对的。对，陈潇是姐姐少年团4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虽然他们没有找到那么合适的简历，但他们如果找到的话，精准度就是会更高，有后续合作的潜力，对吧？杜华姐也是姐姐少年团，对，因为有小鹿，有小鹿就支持小鹿。那我投的是小肉丝，我投7颗啊。我是感觉最终还是要看结果嘛，他们至少给出了2个。相对来说，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人选，这个进度已经比姐姐少年团更近一些了，所以我投给我们的小肉丝。我其实做所有选择角度，我都不是看这个出题，是看我自己心中。我觉得我们最终是要找到合伙人嘛。我觉得合伙人在我心中更容易诞生在姐姐少年团这一组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该继续。就是小肉丝这组，只能说在这个环节的进度上确实前一些。但是我不 care。但我跟天真的那个思路几乎是一样的，我也是觉得要选合伙人，但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会觉得楚爱跟拉娜像合伙人，结果他们越来越像合伙人，好像就没有一些变化。对，之前也是像司徒啊、曾毅啊、胡晓，他们都是优点跟缺点都很鲜明的那种人。对，我觉得他们是有可能在最后完成一个很像那种人气选手该有的样子翻盘的感觉啊。所以我勇敢的投了12个，给我自己留10个。戴总是小肉丝，有毫无疑问，那个小肉丝这个组，它更符合客户需求，而且呢，更加直接的戳到了客户的需求的直接点。目前每个人已经给出自己的选择了，而且都不一样，所以一定有人对有人错啊。对，是先想好自己待会儿我有你们有的一个技能展示，然后对的人就按照投出的比例瓜分输的人投出的星星总数。所以说具体我们每个人这个投出的方向正不正确呢，还是要看我们客户更倾向于哪一组的呈现。来，一起来看。好激动，好激动！必胜。我从冰丝姐这边也是拿到了一些反馈，所以说这个对冰丝姐来讲，我相信就是跟我是一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很难去抉择。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了，就是他们双方其实就只各有优劣。那如果说我的手里的职位比较多的时候，我会对第2组更有信心。因为它完整的去呈现了它整个一个在招聘的过程中去呈现的一些信息，那这样的话让我能够比较放心的把职位 deliver 给到他们，然后可以让他们放心去 deliver 给到市场。这是我们从交付的结果来看，那肯定是第1组他们的整个人才的这个匹配度各方面来讲会更高，就是各有优劣。你看看，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在等他说出但是的那一刻。但是好像又不一定。对。开始收吧，我这东西还真有点多呢。怎么有人开始打包行李了？他为什么打包行李？好，那我想这我和冰丝总应该也决定了。如果说继续合作下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第2组吧，继续合作下去。不可能，
不然我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里？大家久等了。哇哦！快！我先讲一下那个客户的好评哈。好嘞。2个维度。第一个是他看到2个团队都有那么数量再到质量上面好的呈现，他是真的很惊喜的。第2个维度是我跟他讲，这是2个团队，如果都是属于外部的新的供应商，你会不会用？他说我会，而且在我现有的供应商名额里面，他排名会非常靠前。都还是很认可的。那结果是由 Emma， 她站在 HR 的角度来讲，非常客观的来去给到的，所以她最后会倾向于绕四，正义。哎呀，好紧张。我和B4姐沟通一下，我们2个基本上认知是一样的。如果说就是继续合作下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小肉丝组。哦，他会倾向于小肉丝组合继续合作。没问题。特别好，来，give me 5。耶，隔空给你们5 ，give me 10。正义，哇！女人有时候直接也未必对。这个是符合我的预判的，就是客户会这么选择。其实我们主要的话是为了挽救苏醒。我刚才已经想好，万一说的是第2组，我会怎么办了？把它放到这里，我就说我不录了，我就走了。感谢曾毅这一组小肉丝。就是从他们找到的这个人选来讲的话，第1组的这个找到的候选人，我们是给打到85分。第2组找到的候选人，我们可能只有是80分。对你们来讲，就是说，包括这个人的搜寻思路啊，包括他的执行能力，一定是你们再去寻找这个合伙人会去考量的一些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就是收到的人才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们是愿意和小肉丝组继续再合作下去。好的。还是最终还是看候选人的一个质量，因为他们是客户嘛。客户其实有的时候不想了解那么多的过程。是的，交付是唯一的标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他其实举了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案例，他说这就是像一场高考，那高考过程当中大家再努力，你结果分数不好，那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哎，怎么就开始回放了？这么快的吗？这很尴尬，这会儿突然往回摆东西。我的东西都装好了。OK。所以我们就可能对于姐姐少年团要终止，并且终止在这个项目的交付。OK， 好的。好的，毕业了。哎呀，我的小鹿可以来月华了。你就发条微博，他肯定会回应你。但是我们探讨的很激烈，就是回顾了一下姐姐少年团每一位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的成长，然后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去做了一些分享，所以我们决定会有1位可以继续。捞一会儿，什么意思？要留下1位。所以现在是有一组要离开是吗？对，整组停止交付，并且终止试用，3个人团灭。太可惜了吧？有点遗憾。对。就是因为你考虑到接下去这个项目你还要往前推进嘛，他们还要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如果你团灭了以后的话，按照小肉丝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它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跟客户的互动要更多一些的，不仅仅只是说我推几个人结束了，我还要给接下去的一些解决方案、市场反馈，这个我觉得一定是需要有这个人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会留下丽娜。对，应该是丽娜吧。我们结合所有的项目来看嘛。他好像很喜欢小鹿。然后周一纯再带人来踢馆，怎么样？楚爱，我记得第一次跟他面试的时候，
他的风格也是非常鲜明的。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内心的想法，他话有点多，一直非常 talkative 的去聊很多东西。但慢慢经过这几次，我能够看到他身上的改变。但他 drive 一件事情的能力没有像他第一次面试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强，所以稍稍会有一点失望。反正我刘丽娜，我是比较清晰的。我觉得是小鹿。只要不涉及到龙珠，我是愿意参与这个讨论的。好不容易赢回来点儿，你空手套白狼，现在还转着了。我其实一直蛮看好小鹿的，因为从他在 BD 沙龙的互评当中，包括来一份项目的表现，包括到合众，都还蛮惊艳、蛮出彩的。而且他还有一点就是他愿意去听一些建议，去做一些改变。但是拉娜也不错，她非常的干练、职业而且她是这种被很好的劝过的，就是这种体系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呢，他在整个表现当中可能就是过于的圆满了，在整个合作当中，要去把所有的客户的部分交付好，然后要 care 到团队每个人的情绪、每个人的付出，那就导致是说我们最后在结果方面，他们团队没有一个 push 的人。如果更加 aggressive 一点，我觉得可能对结果的呈现会更好一点。我有点不理解圆满有什么不对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团灭，一个团一个都不选，哎呀。有一位可以继续。你们已经决定好了是吧？陆泽林。哦。丽娜和楚爱都撤了。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做专业服务来讲，他是不是能够赢得客户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在所有的实习合伙人当中，我觉得泽林在这一部分的得分其实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他还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就可能就成长，就是出现了一个 ready 可以 for 一个合伙人的一个状态了。如果一定是说最合适那个人，我 maybe 觉得陆泽林是最好的。我内心也是陆泽林。陆泽林，所以要感谢拉娜和楚爱，在这个项目里面的付出。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对，大家都做得很棒，真的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让给你俩了，好吗？让给你俩。有。你看小哥，拂晓最难过的就是他了。不能理解。咋了？你是要留下来太难过了吗？都哭了。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小鹿真的是每个人走他都要哭。但其实，因为我们两位呢，就是年龄也比较接近，我们也希望有一个 refresh， 就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想给自己更 open-minded 的一些新的想法。是的。然后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那对我们来说，这个体验和这个旅程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我叫拉娜李丽娜。太 beautiful 了。如果没有争议，我就支持胡晓了。这哥们儿太逗了。小鹿，你做的太好了，我都紧张了，拉娜姐都紧张了，真的，好想法，很棒。小鹿，你说的特别棒，加油啊，司徒，楚爱加油啊，顶住，超棒的你哈。各位面试官你好，我叫陈楚爱。其实我起来的团队就是分享，没事儿，你们俩一起，不用太担心。没有谁说一开始就能做到100%满意的，而且就算我们犯了错，不犯错怎么成长呢？你们说未能是全力以赴，我们是未交付全力以赴。然后认识了那么多，大家都那么优秀，是很开心的。
还是谢谢2位姐姐的 support。很开心。没有这个项目，咱们不会认识。是的。对。其实曾毅的性格特别适合做猎头，他情绪很稳定，这个其实在猎头里面特别重要。都懂，大家都懂的。雍容4个音都在。爱丽丝组合也得报一个。小鹿就是情感投入很高的人，对，非常重感情。他这样的人会在任何一个团队都是很受欢迎的同事。来，我们先走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啊！哎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走吧，走吧。哎呀，有想到我们恋家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很忐忑的。然后你说那句话真的让我很心定。什么？你说没事儿，有姐姐呢。有姐呢？哎，有姐呢，姐太好了。2个姐姐们要去约酒了。少年，你要自己加油。拜拜，加油，拜拜。咱俩约个酒呗。好，就必须带你去好好。我还没在上海好好玩一下。对啊。哇哦！哎呀，好的，答案已经揭晓了，获胜的就是我们的小肉丝组。是的，对，支持他们的朋友也会获得相应的星数，我们到时候进行一个分配哈。好的。这个结果有想到吗？有想到。对。投之前其实都想到，但就还是要那么投。对，我对这个结果的欣赏是我的观点，并不由星数跟节目组的规则决定的。我不在乎。好，你赶紧想一个我有你没有的技能啊！等一下。那我可太多了，太多呗，那谁怕谁啊？女人的直觉有时候会是错的。这有着吧一句。但是要坚信自己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错能改。改，马上改，晚上请吃饭。我们这是一个职场观察类节目，最终我们其实观察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收获，因为曾毅是从头到尾他的变化成长，可以被观察到的最多呈现的这样一个角色，好像是你期待他在变化、在进步，结果你真的看到了，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可能会呈现出一个一成不变的效果。但是他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从一个刚进来面试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甚至统领大局的时候的那样一个状态。我感觉我的支持是没有错的，曾毅加油！好的，那我们获胜的每人4颗呗，是不是？4颗那还不够还了。哦，给你4颗，你还再欠节目组2颗，稍微多给点儿，给他6颗吧，让他至少打平吧。这样给苏醒那个我拿2颗好了，给你6颗好吧？不需要怜悯，不需要同情，就给他吧，完了他请吃小龙虾，给他吧。就给他吧，16颗都给苏醒，他也只有10颗，还可以飞行2期。除了这个分配星数之外呢，我们刚刚还说有惩罚哈，要展示一个我有你没有的技能。陈潇也非常的多，这些太多了。想好了吗？你做一个技能很厉害的那种。做技能吗？不是说或者口头技能也行。那接下来来吧，展示。那这说一句话很简单，我有老公，你们都没有。导师。我养蜥蜴，你们都不养吧？我本来期待看，我敢这样，你知道吧？整个发际线往搓。我本来想的说，我会动这边的耳朵。给我们多看一看。哎，好厉害哦！厉害喽！一个哦，单动一个，对。但我也有一个单边技能，我可以做到人工大小眼。哦，这个。给我看一眼。哦，真的。哎呦，好吓人！看起来就，你这个。这个太狠了！这样，我还要坚持录影，你还要，我还可以做到笑不露齿啊！你真的技能好多呀！做斗鸡眼，然后手指移过来，一个眼睛站岗，一个眼睛放哨，把它。哇塞，你怎么这么多啊？你的五官面相怪杰，真的。我的鼻孔可以放大缩小。所以，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技能，而不是说我有一个老公，我有几个房子、几个孩子，真的。陈潇有没有一个厉害的技能？我可以过街，你们可以吗？可以什么？过街，哦，就是我的手可以这个样子。哇天哪！我的妈呀，震撼！杜总，你呢？我真的没有这种技能，我除了有2个孩子。既然做不到，你就模仿一下皇后娘娘说。皇上，臣妾做不到，我们就原谅你，好吧？这算你的技能，也可以吧？就这个台词，愿赌服输，预备走。皇上，臣妾做不到。我错了，还加了点混响。臣妾做不到。我错了，可以，我的妈，已经是以前没见过的了。杨天真，还有我可以劈叉，我需要在这展示吗？还是说劈到发这期宣传微博的时候劈到？可以，我这不劈个叉吗？那不随时随地的事儿，是不是？虽然我们丽娜和楚爱已经遗憾止步了，但是相信他们还是会继续深耕我们的猎头行业，不断的突破自我，攀登高点，也为我们的年轻后辈做出他们应有的榜样。那回到这个任务本身，我们经过了这个中期汇报之后呢，我们看到猎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阶段性的成果。那根据客户的反馈，我们还是要继续推进，并且4个留下的成员要最终共同完成这次的最终交付。那最后这个案子能否圆满交付呢？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我们还是会有一次交付去评判，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个岗位的独家授权给到你们。独家授权说明对你极度的认可。你们仨有微信群吗？我刚刚已经查到了，现在全球最顶尖的10家。我也发了一个之前给艾玛确认过的一些对标公司。哎，我建议啊，你把这个 PPT 开始做。看大家的信息情况。我们家小鹿啊，请进。在你们4个人里面，谁最适合成为合伙人？他有的时候少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以自我的这个想法为主观。他不那么抠细节的东西。任务的分配上是切考虑的。如果他的 team leader 不按照这个工作模式，他就没有办法往下开展。合伙人、团队的 leader 是不允许的。妈呀，非常有厮杀的那种竞争的感觉。最后一个任务，期待大家的表现。我择业的话会优先考虑工资。有句土话说得好，没钱寸步难行。我这个人比较现实。如果工资达到我的预想水平的话，我才会去向我所热爱的职业去靠拢。至于工作体面还是不体面，我没有很在意。最近总是说大学生不愿意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但我觉得都是凭本事挣钱，长衫短衫无所谓。